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今天我们来讲个非常特别的案件，在短短5年时间里，案件经历3次一审，2次发回重审，当事人4次被判死缓，直到案发23年后才迎来最终判决。长达23年生不如死般的折磨，让一个曾经不畏生死的退伍军人无数次以痛哭面对不幸。故事还得从中国吉林省的吉林市说起。1995年9月29号这天，当地发生了一件大事儿，一具少女的尸体在双河镇郊外被发现。家属辨认后，她正是失联多日的李颖。当时尸体全身高度腐烂，法医检测后认为有人掐晕死者后将其活埋在沟里，导致死者因为吸入大量泥沙窒息死亡。19岁女孩惨遭杀害埋尸，事情传开后，原本平静的小镇瞬间炸开了锅。村里村外，饭前饭后，大家都会说上几句：凶手真是没人性。了解这件事的人，就包括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金哲红，因为对他来说，这件事情似乎有点特别的缘分，因为尸体发现点就在当初他父亲出车祸去世的地方，但他不知道更巧的事情还在后面。根据资料，金哲红原本是一位军人，退伍后进入棉纺厂工作。因为行业周期的影响，他暂时离开了厂里，在双河镇开了一家食杂店和狗肉馆，生意还算不错，成为了村里颇有名气的小老板。为了方便，他从熟人手里买了一辆摩托车，主要用于平时店里的采购和送货，但空车时也会顺便载客赚点小钱。遇到不熟的人，按照路程算价钱；遇到熟的人，则经常免单或打折。村里村外对他的评价非常不错。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，总喜欢为人民服务。但也正是因为如此，附近一些摩托车司机对金哲红颇有不满，认为他越界抢别人的生意。1996年2月15号，也就是李颖遇害的4个多月后，原本外出的金哲红突然遇到了一群警察。还没开口询问缘由，他就被戴上手铐送进了警局。临走前，金哲红告诉妻子不用担心，自己很快就会回来。看到丈夫突然被一群警员带走，妻子有点不知所措。直到走进审讯室后，金哲红才被告知他涉嫌一起谋杀案，死者就是前文中的女孩李颖。听到这话，金哲红马上大喊自己没杀人，还说自己当过兵，不可能会干这种事儿。可不管他怎么说，警员依旧不为所动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负责审问的警员不断向金哲红强调这句话，但金哲红始终坚称自己没杀人，自己只见过死者1次，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根本不认识他。可金哲红越激动，警员就认为他的嫌疑越大。为了让嫌犯低头认错，审问他的几名警员绞尽脑汁折磨他，拳打脚踢都只能算开胃小菜。几名警员把他用绳子绑起来，然后像烤肉那样架在半空中。看到金哲红还不松口，就用麻绳系在他的阴茎上反复拉扯。获悉哥哥被捕的消息后，金哲红的弟弟马上赶到警局询问情况。当看到哥哥走进接待室时的模样，他非常震惊。哥哥整个人鼻青脸肿，表情呆滞，似乎刚刚死里逃生。即使如此，金哲红依然坚定地说道：我没有杀人，救我出去。对于哥哥的为人，弟弟是看在眼里。早前当过兵，退伍后就进厂打工，有空时喜欢弹吉他练书法，从来没有任何不良嗜好。案发时一直在村里经营着小生意，生活变得越来越好，怎么可能会杀人？回去之后，弟弟马上把事情告诉亲朋好友，把大家凑在一起想办法。按照警方的调查，1995年9月10号傍晚，金哲红骑车送受害者李颖到双河镇，在中途强迫对方和自己发生性关系。一番威逼利诱后，死者被载到郊外某条铁路附近，在那里两人发生了关系。事后，死者提出索要钱财的要求，但遭到金哲红拒绝。李颖以报警为由想要挟，害怕事情败露的金哲红就将他活活掐死，然后将尸体拖到附近树林的排水沟内掩埋，最后逃车逃离现场。这些调查结果跟警方的审讯笔录大致相同，笔录上还有金哲红按压的手印，
以及他的签名。可在第一次庭审时，金哲宏改变了自己的口供，他说自己确实见过死者，但只是为坐摩托车的事情讲了几句价。死者因为觉得价格偏高，没有坐车，自己也从来没杀人。同时，金哲宏还补充说，在晚上7点钟时，自己和妻子来到双河镇母亲的住所，一起看望去世父亲的坟墓。获悉杀人凶手是金哲宏的消息后，死者的家人非常意外。两家人从未有过交集，凶手是有家室的小老板，还当过兵，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呢？双河镇警方之所以认为金哲宏是凶手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证人。这3个证人是双河镇的摩托车司机，其中一人说自己亲眼看到死者走进树丛，然后金哲宏跟了过去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回来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对于死者衣着的描述，这3位证人的描述存在明显差异。可警方认为，同样的衣着打扮，在不同时间和不同角度看，可能不完全一样。证人的描述有差异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而且双河镇警方表示，所有的案件细节都是金哲宏在审讯时主动交代的。法庭之上，金哲宏直接表示，当时几名警员对他严刑逼供，自己是实在受不了折磨才会被屈打成招。他之所以会说出几个作案地点，完全是因为被折磨的不省人事。他还表示自己和其中一个证人发生过矛盾，因为对方来店里吃完饭后不给钱，自己用摩托载客时经常不会向熟人收钱，或者给客人打折，不认识的人5块钱的路程可能只收3块。长久以往后，这样的要价行为让自己和附近摩托车司机的关系变得紧张。除此之外，金哲宏的2个邻居也出庭作证，证实在案发时遇到金哲宏，他不可能有机会作案，除非有分身术。但不知为何，法院并没有采纳他们的证词。最后，吉林市中院作出了1审判决，认为金哲宏谋杀罪成立，判他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听到这个结果，金哲宏当场就提起了上诉。一般来说，警方在调查刑事案件时，口供是最不可靠的，它只能作为调查的一个切入口，事实究竟如何，还得靠证据说法。在这个案子中，能够和被告人联系起来的客观证据，如精液等等，一样都没有。这表明警方连作案动机都找不到。更让人无奈的是，很多能够证明金哲宏无罪的证据都没被重视，法官只相信警方的证人证词，对辩方的证人证词直接忽视。案发2年后的1997年12月1号，上级法院要求吉林中院重审该案。他们要求相关部门弄清几个问题，包括作案动机、作案条件、第一现场和死者遇害具体时间段等等。当看到吉林高院的告知单后，律师非常高兴，因为这些问题表明他的当事人很快就会因为证据不足重获自由。金哲宏的家人也如释重负，总算能够洗刷冤屈。可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因为重审并没有改变警方的调查结论，吉林中院最后还是认定金哲宏是凶手。判决书最后的结语写得非常简单，本案情节恶劣，后果特别严重，但鉴于本案具体情节，可酌情从轻判处。案发后，指证金哲宏的3名摩托车司机全都相继搬到了外地。多年后，央视记者电话联系他们，在被问及是否亲眼看到受害者乘坐金哲宏的摩托时，他们都说时隔多年已经不记得了。到底是他们做了伪证，还是当时的调查人员歪曲事实，我们不得而知。1996年3月25号，在金哲宏被关入狱的1个多月后，他的母亲不幸去世。金哲宏的弟弟告诉记者，在哥哥进监狱后的近半年时间里，母亲寝食难安，直到死去那天都没听到沉冤昭雪的消息。母亲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，一定要把你弟弟救回来。在监狱里的金哲宏也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。判决下来后，金哲宏的家人从未放弃申诉。在哥哥被捕后半年，弟弟金哲松放下手头所有事情，开始一心为该案奔波。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，
他没有外出工作，一直没有经济收入，一家3口只靠妻子在苦苦支撑。在这样的窘迫和消耗中，金哲松向妻子提出了离婚。签字那天，他面无表情，直到与妻子分开后，才找到了一个角落放声大哭。差旅费、律师费、抚养费，每一天都有需要用到钱的地方。因为存款所剩无几，金哲松被迫前往韩国打工，每天最少工作在12个小时。糖尿病、高血压等各种疾病一直摧残着他瘦弱的身体。可这些痛苦和劳累都不是他最害怕的东西，他最怕的是去监狱和哥哥相见。每一次说出等消息这3个字时，他心里都无比痛苦。一直为金哲宏申诉奔波的大姐夫和二哥，后面也不幸相继去世。金哲松告诉记者，自己和哥哥是双胞胎，哥哥的人生毁了，我的也跟着毁了。金哲宏的含冤入狱，带走的不仅仅是他的自由，还有金家3代人的希望。在金哲宏被关押期间，有医生为其做过身体检查，发现他身体有多处伤痕，甚至无法正常独立走路。可在入狱之前，金哲宏还是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人，为自家生意到处奔波，身体上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疾病和残疾。监狱里的他，每每看到社会上冤案被平反的新闻，他都激动不已。即使那个被沉冤昭雪的人不是自己，但激动过后就只剩下痛苦。在监狱里无依无靠的他，发泄痛苦的唯一方式只有痛哭。我是冤枉的，这句话金哲宏不知道说了多少遍，有很多人相信他，但相关部门就是没人回应。被警方带走时，金哲宏的儿子金永兴刚过完2岁生日。在丈夫被关后，金哲宏的妻子独自抚养了他12年，最后在金哲宏家人的劝解下，才重新组建新家庭。在巨大的打击下，儿子努力完成了学业，成为了一名大学生。在成长过程中，父爱的缺失、同龄人的非议，让他养成了坚强的性格。在叔叔和姑姑去韩国打工后，他接过了为父亲伸冤的任务。从出生到长大成人，金永兴对父亲的印象只有短短的100分钟，而且这些时间全都是2人在监狱会面时拼凑的。每次见面，父子2人除了基本的寒暄外，就只剩下申诉的进展。从1995年警方发现尸体到2000年，短短5年时间，案件经历了3次一审，2次发回重审。在这5次审判中，金哲宏4次被判死缓。在律师和亲朋好友的努力下，案发19年后的2014年，金哲宏一案引起某家官方媒体的关注。相关报道被发在报刊上后，马上引起了舆论风暴。绝望大于期望的金哲宏有点意外。到发出的当天，吉林省人民高级法院就作出回应，承诺会在第一时间复查，一时激起千层浪。这份报道让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到该案。央视记者曾专门来到永吉县警局，试图询问当年案件的调查过程，但对方表示采访需要经过上级部门同意。随后，记者来到吉林市警局，希望能针对此案做一次采访，但当局的回复非常让人暖心，寥寥数语就减轻了记者和摄影师的工作负担。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面前，这种万分谨慎的态度确实让人非常暖心。2018年5月6号，金哲宏收到了吉林高院的再审通知。这个通知，金哲宏足足等了23年。6个月后，因为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吉林高院撤销了原审判决，判处金哲宏无罪释放。1年后的2019年6月，金哲宏申请了2132万元人民币的国家赔偿，并要求相关机构公开赔礼道歉，还自己一个彻彻底底的清白。根据后来的消息，金哲宏获赔的赔偿是468万元人民币，相当于期望值的1/5。这个数字看起来似乎是一笔巨款，但相比较于当事人的遭遇，可以说九牛一毛。原本人生最好的23年光阴，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最终却落得家庭破裂、疾病缠身。医生表示，按照金哲宏目前的身体状况，能活多久都是天注定。金哲宏的一位老战友表示，当年在部队时，金哲宏性格开朗，能歌善舞。
因为表现优秀，还屡屡受到重视。退役后还做起了小生意，一家人日子过得蒸蒸日上。可却因为一项莫须有的罪名被彻底改变。当年那个充满希望的金哲宏，如今却被折磨得不成人样。试问谁听了不落泪？在监狱的23年时间里，有人劝过金哲宏，就算人真的不是你杀的，但只要你认罪并好好改造，那或许能争取到减刑，早日获取自由。可自始至终，金哲宏都没有这样做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清白的。在监狱里，他努力争取机会学习和思考，努力不让牢狱之灾让自己和社会脱节，甚至还用亲朋好友凑钱买的吉他写了好几首歌。离开监狱前，他还把吉他送给了狱友。他告诉记者，监狱里面的东西不会带出来。出狱之后的金哲宏不怕和自己的同辈人相见，但很害怕见晚辈。他觉得自己的事情给他们带来太多委屈。获悉前夫终于无罪释放后，前妻给他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里，当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时，前妻马上哭了出来。和妻子通话时，金哲宏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对不起。世界就是这么荒诞，不应该说对不起的人一直在说对不起，应该说对不起的人却悄悄躲在某个角落，生怕被镜头拍到。有位韩国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：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要沦落到靠媒体伸张正义，那他们是幸运的，但同时也是不幸的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